Hello， 兄弟们，大家好，我是车轮。咱们现在出去救援啊，路程比较远，在陕西省的渭南华阴市，100多公里吧，还行，也不算远。什么情况呢？30欧蓝德，它那个配的是个 CVT 变速箱，在有不到1个月吧前，咱们修的那个变速箱。当时是跑起来都正常，挂上 D 档，它过个5秒钟以后车才走，然后检测出来是阀体的问题，咱们就更换了一个品牌的阀体，也就是翻修过的啊，修过的，但是个大品牌的。换上去以后，当时所有都正常了，起步也没有延缓，也没有迟缓的那种现象了，都正常，跑起来也正常。然后呢，就交车了。这跑了有个把月，你看掉话音了。高速上跑着，突然下高速，这个车就没劲儿了，偶尔有劲儿，偶尔没劲儿。所以咱们现在带着配件呢过去看一下。现在车呢在华阴市的途虎养车店里，咱们先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带着东西看看能不能在那儿直接修好，然后开回来。起点在限行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全长107公里，今儿礼拜一吗？礼拜一。今儿礼拜一。起点附近，欢听立交限行，已无法避开。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道的地图持续为您导航。今天礼拜一呢？靠左行驶。走吧，都来到这儿了，都出西安了嘛，是？一上绕城不就出去了吗？100没喽。就限行扣100。扣分不？不扣分。到达灞桥收费站。继续行驶102公里，共有4个服务区。到达途虎汽车维修附近，目的地在您右侧。本次导航结束。就这个黑色有点大。咱们已经到地方了啊！咱们找老板拿下车钥匙，咱把车停前面去。等会儿先关住，后边有车来了，不能碍事。您好，那个就是咱昨天来的那个30，欧蓝德，那我拿一下。哎，大哥，你叫人给我打电话就对了。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啊。我给他打个电话啊。没有。行，谢谢啊，麻烦了啊。哦，咱在人门口拆合适吗？
你开我那车开得了不？慢慢跟着我走。咱们先试一下它这个车，因为量车先看打不打滑，然后再决定拆还是不拆。先试一下。咱们试了一下，没有打滑的现象啊。现在没有打滑的现象，极有可能变速箱内部磨损不了，因为当时咱们换阀体的时候，压力缸轻微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是不影响的。所以说，咱们先拿电脑再读一下，因为来之前就是刚才那大哥读的那个故障呢，当时给咱们拍照片是一个初级压力故障，也就是说压力导致出现的这个故障。所以说现在再读一下，再看一下。把机盖打开。哎呀，你说他30以前自己用的那个 AT 变速箱它多好，他用一个尼桑的 CVT， 结果呢导致这款欧蓝德呢大多数变速箱也都爱犯毛病。所以说你说之前他用的 AT 不相当稳定吗？油耗方面也还可以，30的机子吧轻微有点费油，按现在来说的话，但是总体来说还行。然后发动机一直没毛病，结果装了个这变速箱，导致老爱出现问题。咱们读着没有故障，应该是它清掉了。现在呢，因为试车没有问题，咱们就立即把油底打开，看是不是变速箱内部有问题，还是依然是阀体的问题。因为咱们带着一个阀体呢，有备而来嘛，先照着阀体的目标走嘛。因为现在读着目前是没有故障，最重要的是拆开看里边有没有渣子。如果说变速箱内部有问题的话，它会磨损出来渣子。其次，如果是变速箱有问题，它凉车热车应该都有问题，而且急加油门会出现打滑的现象。目前经过试车没有打滑的现象，咱们就先照着阀体的工作进行。现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油底拆开了，看一下，能看到这些亮亮的呢，都是磨出来的碎屑。从这个程度我看呢，这个变速箱废了，绝对性的废了。所以说，现在先装咱们的新阀体，把车搞回去再说。夜幕已降临呢，啊，加多少？这加完，然后全部加完，然后再看尺。咱们这个阀体现在已经装好，待会儿装好之后电脑匹配，然后再试车。现在咱们已经打着车，然后怠速还有点高，刚匹配完。现在挂点跟档，档位目前是没有顿挫，一会儿需要路试，先简单试一下。如果说没问题，那咱们就我的车就先放这儿，到时候有时间了再来取。走。你现在看不出来，只要没有明显的渗漏，扣盖，我去试车。这个变速箱就是前头有点退油。你先扣盖，我去试一圈，先短途路试，没问题喽再说。这东西就先放这吧。这个是咱们换下来的阀体，这个阀体呢1个月前咱们更换的，也是个大品牌的，什么品牌咱就不说了，好多都用它的这个品牌，但是最近修过好几个变速箱，装它这个品牌的容易有返工率，后边就换了一个，换了个另外品牌的，咱们现在已经把那个装车了，现在就路试一下这个。
你等我一下啊。咱们现在市区路试各种加速都没问题，咱们准备上高速，给你们看一下哈。沉香的宝莲灯，我们跑这儿来了，这是华山脚底下啊，这就是宝莲灯，真粗啊！然后把咱的车放在这儿，咱开这个回去。咱的车先放这儿，反正这是车位上，没有明显缺气的，咱就一会儿直接上高速回。把那报警灯拿着，上高速，万一真正有问题喽。把车一锁，钥匙放到右后轮上边。不行了，不行了！哎呀，估计回不去了。这回，咱们现在跑了50公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转速表呢和码数表已经配合不到一起去了，发动机一直在持续出现轻微的空转。咱们松掉油门，现在看看，让它速度掉到110左右，再给油门。估计就给不上去了，看一下，直接就空转打上去了。现在链条肯定磨损了，打滑严重。现在只能再度给它放凉了再开。进入服务区啊，现在还剩多少公里到家？44。进服务区检查一下。没问题，把剩下的一下干完它。现在咱们正在拆解这个变速箱，马上把链条拆出来，看一下链条磨损程度到底怎么样，肯定100%磨损了。看一下链条壳呢，已经打开了，这个链条磨的。它已经完全没有缝隙了，这就说明它已经磨损了。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跟侧边一样，它有缝隙的，现在已经是铁屑把缝隙都已经给眯住了，所以说严重磨损。这个压力缸呢也磨损了，压力缸磨损的不严重，没有那么狠。这个是咱们拆掉这个变速箱的所有配件，咱们已经陈列出来，把所有更换的这个前进档和倒档的这些离合器片子。磨损不是特别大，但是有磨损就一起更换掉，因为你拆掉一次就必须更换掉。油泵直接更换，然后这个大力鼓呢，咱们是选择修复，因为它里头有渣子，你一旦装上去再有问题了。这个阀体呢，直接再次更换一个，因为阀体现在还在质保内。这个链条呢，直接更换改进型的。咱们看一下压力缸，压力缸目前的磨损是能手摸出来有一道痕。然后上一次咱们拆掉换阀体的时候，压力缸也有一点痕迹，但是不是特别明显。以后记住，压力缸一旦有划痕，必须拆掉修变速箱。咱们压力缸是选择修复啊，直接上机床重新给它打磨光滑就 OK。阀体直接再次更换一个，然后把剩下油泵，主要是油泵必须更换。现在呢，咱们这车已经完全装好了路试，目前试了是40公里，咱们就在3环上就这么开，看它转速和提速换挡有没有什么异常。兄弟们，咱们这个变速箱呢，属于免费修的啊。为什么？咱们先从头捋一下，车主找咱们来解决什么问题呢？挂档5秒不走啊，5秒不走是现实中有的问题。然后车主在修变速箱的地方检查了，修变速箱的说不是变速箱的问题，修车的说不确定什么问题，因为把该弄的都弄了。咱们呢检查就是变速箱的问题。据车主反映呢，
目前的情况是直接就能试出来，当时修的时候挂档5秒不走，给油门也不走，忽然5秒后咔动力来了，猛一下来了啊！当时判断的就是变速箱，然后车主还反映有什么问题，跑高速的时候，比方说120或者110，给油门歘一下子，发动机功率嗖上去了，车速不提，那说明啥？打滑，偶尔的。然后咱没有高速试车呢，车主还反映出现这种情况是换完变速箱油以后出现的。然后咱们就秉着什么心理呢？减少费用去维修，目前判断是阀体，好嘛，换了阀体上去 OK， 全部正常了，挂档就走，也不顿挫。然后开了1个月，这是跑高速120，突然失速，咱们去了，觉得到底是阀体还是什么？那时候就已经无从分辨了。它是变速箱里边已经磨损了，咱们拆掉以后已经看见渣子了，所以说咱们就开回来，只能大修变速箱，只能咱们认了。你说你再跟车主说不是我阀体的问题，所以说我秉承记住一点， CVT 呢，只要你换阀体的时候检查压力缸有轻微划痕，必须大修变速箱。压力缸一旦出轻微划痕，轻微的你只要能看见痕迹啊，摸都摸不出来，那它变速箱也100%有问题了。压力缸一旦出现轻微的划痕，链条肯定磨损了，导致磨到压力缸了。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呢，它这个欧蓝德呢 CVT 的变速箱极大可能性油泵，所以咱们拆掉，为什么把油泵更换掉呢？油泵有问题，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车主说换完变速箱油以后出现这种情况的，那就极有可能跟他那时候换变速箱油质有可能有关系，换完以后出现的高速上偶尔打滑，后边开着开着严重了就挂档5秒不走。所以说针对欧蓝德这个变速箱呢，我觉得一旦 CVT 的出现挂档5秒不走，8成你就得大修变速箱了。你要是按照简约的修，后边再出现问题，就像我这种全部自己担了。